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看这款游戏，据说是现代版的《万国觉醒》，但是它是比较近时代一点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文明啊，就只有6个而已。美国建筑攻击加 5%， 支援武器最初能量 20%。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兵种啊、坦克啊，还有这个是什么？还有2个兵种。难道这个是兵种特色之一？有分女性跟男性的吗？但是德国又不一样了。德国它这里又有什么装甲车，然后又有坦克车，这个应该是他们士兵的样貌吧。部队攻击增加 5%， 掠夺资源增加 10%。就讲如果用美国的话，我那个武器的能量会比较多一点哦。再来苏联，哇，还有苏联啊，建筑生命加 5%， 支援武器能量获得加 2%， 不是 2%， 这边只是写2而已。然后它这里全部都是车类的，这2个坦克有什么差别呢？然后这个又是什么车呢？完全不懂。日本掠夺资源增加 10%， 支援武器最初能量加 20%。 哦，它是医疗兵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图片看起来有点像 AI 风。然后这个是什么车不确定，那这个应该是那种坦克车之类的吧。阿拉伯王国精锐部队攻击增加 5%， 所有资源产量增加 10%。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阿拉伯骑兵，它驾车的部队，然后这个是什么大炮嘛？哇，后面还有一个火箭炮在这里啊。最后一个这个还没有开放的，不过看起来应该像是中国的吧，它的特色有一点像啦，它这个人物的画风也是挺像的，但也有可能是越南啦，因为越南他们的国旗也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就不确定了。我看一下这边要选什么文明吧。最初的话应该是要选择那种比较容易发育的，建筑生命应该没有什么用，掠夺资源，所有资源产量应该会比较重要一点吧，在早期。来，我们选这个吧。加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样的吧，看有什么东西好吐槽的。那一开始还是一样啊，就跟你们讲我们要建造啊，可是它这个会比较单调一点呢。我玩其他游戏好像都还有一些故事之类的它也是有故事，想要掠夺他们的领地，要赶紧部署哨岗进行防御，也是有动画啦。这边是建造啊，也是一样的位置它还有人那边走来走去的，消灭他们，准备作战。我们看一下，哇，直接丢炸弹了，空军丢炸弹。他这个声音有点廉价。可恶，我的士兵被你干掉了。我还会再来的，会把你们从地图上彻底磨掉，撤退。他完全没有配音诶，万国觉醒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配音的。训练部队啊，也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还有火车啊。他那个火车该不会是什么运输部队啊、材料什么之类的吧？然后走掉了，那个火车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么快就可以招募了？我已经看到下面那个界面了，真的有一点像万国觉醒啊。他这个统帅是 B 等级，所以他应该是有分成 B、A 跟 S 等级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低等级的，那可能要看了才知道。但是现在是在教学时期了，他不给我去点选其他东西。部队，我要派部队出去了。我看一下啦，他派部队是怎样的，就选择了统帅，然后也是一样可以看你的统帅生命、攻击速度、移动速度，还有攻击速度啊，秒伤、攻击范围、超远程。他什么？他是狙击手吗？这边可以看的吗？现在暂时看不到，防守也看不了。然后选择步兵补充部队它应该是那种自动补充的吧，跟那个帝国时代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还可以看地图这个就是它的大地图，敌军基地。那点选统帅，我必须要战斗中获得3星评定才能彻底击退敌军，摧毁指挥部可获得1星，摧毁度达到 50% 可以获得1星，摧毁度达到 100% 可以获得1星。现在派遣部队进入战场吧，这个怎么有点像万国觉醒里面的那个远征，也是要有3颗星啊。它那个就很像那种副本啊，其实也不是那种真正需要去打仗的情况这样子。OK， 搞定。就这么简单。真的，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那种远征随便打打而已啊，要等到后期应该才会遇到其他的玩家，然后再跟他们打过。回城发展所需物资，要收集钱币、食物那些了。但是它是木板跟钱币耶。检查任务，哇，这个界面一模模一样样。建造金库，哇，这个就是那个仓库吧？接任务，然后领取，我知道啦。万国觉醒的套路我知道啦，要建木材库了。你可以翻过来一点吗？他不给我移动位置，他只能让我一步一步跟着走。领取奖励，
哇，还有雷达，那个雷达是拿来干嘛的？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哦，随便取一个名字吧。我看一下什么名字比较好听啊？好吧，我就叫鸡鸡大大吧。还可以耶，他真的给我取这个名字，太搞笑了。这个雷达是拿来干嘛？研究一下哦，探索区域哦，这个可以当做是我们的斥候军了。OK， 手冲，哇，充值了，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统帅了。来，我们来研究看看这个游戏啊。我们没有打算要正式玩这个游戏啦，只是稍微看一下。哎，不过这个界面比较起其他的那种比较现实的画风的一些策略游戏来讲，其实我会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比较卡通化一点的，就是你看到那个界面不会觉得太乱了。我反而觉得那种比较写实化的策略游戏，它的画面很乱了。然后它这边的礼包就包括统帅的然后这个就是酒馆招募嘛，然后经验书，然后这个是提升统帅的等级，我觉得。最后这个是普通的招募令，就是你每天可以领到的。加速方面就有训练、建筑、研究，资源礼包，哇，它这边资源分成什么？金币刚刚我们看了吧，黄金、木材、石油、钢铁，钢铁应该是相当于万国觉醒里面的金币吧，比较难获得。然后还是有钻石商城，它不是宝石商城，它这个是钻石商城。然后第一次购买的时候也是一样会给你2倍哦。哎，我不小心按到了，这个就是我的建造部队哦，还可以看呢。战术队列这个应该是研究吧？哎，不是哦，它研究在这里哦。这样战术队列又是什么东西？那可能要玩一阵子才知道。新兵福利哦，这个就有点像流神古卷了，就是你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拿到经验，然后那个经验升到多少等级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取你的奖励这样子。哎，它还有个什么劳伦斯哦，阿拉伯的劳伦斯哦，荣誉上将。我可以拿到碎片，这个是 A 等级的，所以它是紫色统帅哦，你们可以理解为可以拿到它的碎片，然后就可以去觉醒跟招募它了吧？这个是什么东西？零元购哦，就是你不需要花钱去购买，你只是需要花宝石，但是宝石就等于是钱呐、哇，这个 S 等级的统帅耶，A 等级、S 等级也是一样有分成不同的文明啦。那一开始这种游戏都是在早期啊，给你玩，好像玩得很开心，玩得很爽，然后后期你就是要花很多钱去充值。游戏都是这样子，奖杯城镇哦，这个就可以理解为是 MGE 啦，就是有不同的提升。战术是拭目以待耶，那暂时是看不了了。领地要20等级才可以解锁啊，领地我这样玩到什么时候哦？看一下，已经是有玩家开始在玩了，然后你也是可以去翻译军团，我还没加入军团呢，要3等级才可以。OK， 那么它这边提升也是一样哦，你就好像万国觉醒这样要慢慢提升，只是它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按建筑用加速就会快一点了，但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啦，你为什么还要跳出那个界面？你直接让我按了一个按钮直接加速不好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3等级了，军团要塞，加入军团，来我看一下啊，要怎样加入军团？点击军团废墟修复，我还要花我的那个黄金去修复，然后要怎么加入？点选哦，这个就是相当于加入联盟啊，集结战友一同征服强敌敌人，成员之间互帮互助，迅速发展。可是它这个3等级就有了诶，我看一下啊，哦，这个这么多人的这个联盟，我看一下它的界面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每天来捐献呢也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捐献就已经可以拿到一些奖励了。集结，可是它集结的位置跟我们平时习惯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一般我们集结是在这个位置嘛，它的科技是在这个位置，帮助还是一样的咯，就可以点选帮助，但是它这个好像是没有那个帮助的快捷键，就是在旁边那边就可以拿到，然后还是一样，它的箱子要一个一个领取，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其他成员谁拿到比较多的那个奖励哦。诶，可是他拿的是钻石诶，哦，那就不一样，如果拿到的是钻石的话，就是说有很大可能这个游戏就算你没有花钱也是可以玩的，只要你的联盟里面比较多玩家他去购买礼包的话，哇，这个玩家疯了吗？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个箱子啊？只是我觉得说，如果他买的那个箱子价钱越贵，他里面拿到的东西应该也会越多，就是能够分给大家的那个钻石。因为你看啊，它这个是1等级的嘛，然后这个是2等级的，就100多了1倍，3等级的话就变成150哦。OK， 大概理解它是怎样操作。哦，反而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会好一点呢。讲真啊，像我们现在万国觉醒里面，你就算是开了联盟的箱子，里面都是一堆废物啊，西洋棋、小红书、加速
资源，宝石也有，但是很少。但是它这边的礼盒你开起来，你看几乎都是钻石，只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拿完就没有了咯，它只是分完就没有了的，所以它有一些地方好，有一些不好啦。所以如果你是长期一直有在线的玩家，可能就比较好一点了，你就可以一直守着这个箱子，然后一直去领取，一直去领取，可能你发育会比较快一点。而且它是有上限啦，今日剩余领取次数，但是它是有100次啦，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毕竟你也是要让你其他成员们一起去拿那个箱子，但是当然如果它是有无上限的话会更好啦。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玩家战力，哇，有玩家这么快就已经有200万了。它有那个快捷帮助啦，它可以点这里军情是什么我看不了，要我提升到20等级，可是我一开始要提升20等级，我要浪费很多那个钱呢，还有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其他东西好了，看一下它的部队训练呢，更换部队哦，它有步兵、装甲车、反坦克兵，它是直接拿一个火箭筒的，然后还有这个特种兵，就是骑着骆驼的，然后坦克、救护车，还有这个坦克歼击车，哇，这个是消灭坦克的吗？有点厉害哦。这里还有写它的生命、每秒伤害多少、医术、攻击距离、人口，哇，还需要用到人呢。训练时间要多久，全部都有写出来哦，蛮有趣的。那这个火车究竟是干嘛的？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吗？那你的组成范围就只有这么大而已啊。这个飞机还有飞机啦，我要第一章结束之后才可以啊。这个是什么？商店啊，就是你可以用你的钻石去购买一些东西啊，有需要的东西。这个一般策略游戏都有的啦。有兑换商店啊，它这个兑换商店是拿来干嘛？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东西吗？换资源什么之类的吗？诶，我们先看一下招募的统帅里面有哪一些吧。概率展示哦，它这个是普通招募啦，所以看到的统帅就是 A 等级的，然后 B 等级哦，有 C 等级，可是 C 等级它是道具而已，所以它的统帅数量就没有这么多，最低就是 B 等级了。然后这个是 S 等级的，来我们看一下 S 等级暂时只有1位统帅而已，它应该是限定活动吧，应该是有讲什么时候。至于建筑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保险库哦，这个才是仓库、民房、生产环境、生产木材、提升木材储存能力，还要有木材库啊！你除了发牧场之外，你还要建木材库啊！这样我要花多少的那个资源去建造这些东西哦？防御类哦，我还可以放地雷啊！爆炸伤害附近敌人，怎么搞？哦，所以敌人他会进来攻击我的城市的意思，敌人会跑进来攻击我的城市，所以我要先提早放好那些建筑。这一统帅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啊，它只有一个技能啊，它没有其他技能吗？哦，要提升等级它才会解锁。然后这个是它的外观，哇，还有皮肤。我觉得万国觉醒可以考虑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要如何让玩家去花钱，但是又不想要影响到游戏的差距，花钱跟不花钱的玩家的差距的话，你们可以搞这个东西。坦克的生命也是有提升一点点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的属性。可是我这边看到蛮多金色的统帅啊，可能是现在现实活动只有1位金色的统帅蒙哥马利可以拿而已吧，其他可能要等到后期啊。他说我收集到一些零件了，哦，我可以修复飞机了吗？开工啊，真的有飞机哟！这边前面哇，整排地雷，你不是吧？可是他这次要攻击的建筑物也变多，哇，那个什么鬼的机关枪吗？天哪，完了，哪里打得过？就是你把所有部队放出来，哇，这里还有一个机关枪诶，对方的部队派过来了，我感觉我这一次凉了，打不过对面了。你看对面还挺强悍的，哇，这个还可以回血。你们看到这个黄色的进度条吗？其实你是可以点击发射的，点击，然后你就可以造成对方伤害这样子。但是它似乎是不会恢复，就是说你的统帅每一个部队只能用1次而已，你用了之后就没有机会再用了。所以使用的时机你们要看好来，我觉得攻击那些对方比较强的部队吧，使用技能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是一般好像攻击建筑物就没有什么必要。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连领取箱子都有快捷按钮。所以就跟我刚刚所讲的差不多，只要你一直有长期在线，你只要点击这2个按钮，你就可以发育到。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对这个游戏有什么评价呢？研究方面哦，还可以这么多东西去研究。不过你的部队其实不需要升T1 T2啊，就是你提升到2等级，它会自动帮你升级成2等级了，这个还蛮方便的。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